어떤 날이 온데도 내가 널 기억해 가슴 속 깊이 스며진 整个海城都知道贺子渊爱惨了沈思，爱的可以把整颗心挖出来，告诉沈思他到底有多爱。子渊，这里是沈家，被沈小姐看到了不好。看见就看见了，反正沈思爱我如命，他不敢跟我闹。可是我忘了，知心瞬息万变。嘿，小妹妹，一个人走夜路，你不害怕吗？陪哥们儿玩一玩。 啊！哎呀！小崽子，敢管爷爷的事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老子他妈要你命！我住手！少爷，站住！少爷，快！ 少爷受伤了，快来救少爷！你没事吧？别哭了，我没事儿，我还等着娶我小公主回家呢。贺子渊，他们都不要我了，你不能有事，贺子渊。有我陪你回家。沈小姐没事儿，子渊少爷挨了一刀。我给了你100次往我心上捅刀的机会，现在是第99次。贺子渊，当你捅第100刀的时候，爱你的沈思就没有命了。二位，需要给你们搬张床。你跟踪我，沈思，你要不要脸？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眼睛瞎了？没看到你们是一对奸夫淫妇，挡了我的道吗？既然你看见了，那我就跟你说了吧，我爱上楚楚。当然了，贺家不允许他的存在，所以说我还是会跟你结婚。不过你要允许他的存在。沈小姐，我是不会拆散你和子渊的，我只想加入你们。你爸妈知道你这么贱吗？沈思，哎，子渊，我想沈小姐肯定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们的关系。这样吧，你先下去等我。你刚才亲得太用力，我的妆有些花了，得补一下。好。要是有人欺负你，打我电话。这耳环好熟悉。抱歉啊，沈思，我怎么会真的甘心只做一个情人呢？想做贺太太，去找贺子渊啊。找我干嘛？去年沈思为了不退婚，去找了子渊的小叔贺怀州帮忙。在海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所以只要沈思他不对子渊死心，我就永远都做不了贺太太。一欢姐，你应该也不希望沈思她嫁得比你好吧？二小姐，大小姐耳环丢了，夫人让我过来问问您，您见了没？耳环，祖母绿的耳环，是祖母绿的，夫人要送给大小姐的生日礼物。我记得这耳环好像是奶奶留给我的吧？一欢的耳环呢？刚刚在卫生间撞见你，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帮你？啊，沈小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的意思是我偷了一欢姐的耳环吗？我知道我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你们尊贵，可我也有自己的骨气，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觊觎的。或者你要搜身吗？这些年，沈思在沈家过得生不如死，是贺子渊对他的偏爱，才让他走到现在。让贺子渊攻击沈思，能要了他的命。住手！沈思，你别太过分了。我哪过分了？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他就开始自己激动的翻包脱衣服。2楼有监控，要是谁骗人的话，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家里监控坏了，还没来得及找人修。这么巧啊！思思，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耳环，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但是不要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沈思，你偷就偷了，干嘛要污蔑别人呢？我知道你觉得那耳环是你奶奶送你的，可是你想想，你配吗？我为什么不配？行了，沈思，别在这里装可怜了。你妈都说是你偷了，还能有假？你赶紧把耳环还给你姐姐，再给楚楚道个歉。连你也这么说？沈思还真是可怜啊，连他妈和他未婚夫都不帮他。就是，像沈四这种恶毒蛮横的小偷，就该众叛亲离。要我说啊，沈家赶紧把沈四赶出去得了，反正沈家又不止她一个女的。真是好算计啊，沈一欢，先联合叶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然后被郑女士骂，被贺子渊羞辱，被外人嘲笑。行啊，这么玩，那这个生日就别过了。沈四，别丢人了，赶紧给楚楚道歉吧。道歉？我没做过的事，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道歉。你们都说是我做的事，要报警。找到了，耳环找到了，是在大小姐的房间沙发角落里找到的。妈，我想起来了，您给我耳环的时候，我太开心了，拿出来多看了一会儿，忘记放回去了。思思，对不起啊，一句对不起就完了？那思思想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姐姐当着这么多人给你下跪磕头吧？好啊，那你就跪下，向我磕3个响头，我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你。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有火冲我发，别冲你姐姐。你早点说清楚，不要去耍心眼，污蔑别人，哪有这个事儿？一欢，今天是你生日，不要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你的心情啊！来，妈给你戴上。郑女士，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可每一次你都站在沈一欢的身边，跟他一起肆意践踏羞辱我。最后一次，我也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沈思，你干什么？这个耳环是我奶奶留给我的，是沈家的传家宝。你把它送给一个养女，你就不怕沈家的列祖列宗爬出来找你？哎呀，沈四，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关你屁事啊！滚！沈四，一个耳环而已，怎么说一欢都是你姐姐，你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滚！呸！沈一欢，今天这个局是你设计的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跟叶楚合谋，想要激怒我，逼我承认贺子渊根本就不爱我，让我承认我在沈家的地位，然后当着众人证明你比我更受宠，你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金贵。好啊，你不就是想看着我当众发疯吗？我满足你。一欢姐，沈思，你发什么神经？你要是敢打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沈一欢？就你这臭脾气，活该贺子渊不要你，活该你被人甩。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沈小姐，你放心，我不打你，打你只会脏了我的手。叶楚，你当年能成功的上高中和大学，全是靠我的资助。说白了，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但可惜了，你不是一条认主的好狗。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怎么不去卖呢？你说什么呢？我和子渊哥是真心相爱的。沈四，你再敢诋毁楚楚一句，信不信我马上给你退婚？我就看离了我，谁还要你？忘了还有你。我出国5年回来，你告诉我你爱上了叶楚，要跟我取消婚约。我不甘心，去找小叔，想要用婚姻把我们俩捆在一块儿。但是你因为叶楚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我不认命。我打算给你100次机会，但今天这是最后一次。妈，你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你什么意思啊？真的。姐，楚楚，爸，贺子，我终于死心。婚礼取消，我不嫁了。你说什么？你，哎，老沈，沈四，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今天的脸还没丢够吗？先是逼人家小姑娘众目睽睽下脱衣服，然后像疯子一样拉你姐姐跳进水池里。那么喜欢死，怎么不直接死国外？还要取消婚礼？大把男人在外面养情妇，怎么到你这里就不行了？
你从高中出了那档子事。老沈，别说了。沈长松，你是不是想逼我再发一次疯啊？婚礼取消，你同不同意？我怎么同意？当初我要取消婚礼，你不同意，还胆大包天去找我小叔，逼我跟你订婚。你是我小叔的恩人，我要是不娶你，会被他打断腿的。所以你是怕小叔不同意取消婚礼是吧？不然呢？你一会儿要订婚，一会儿不订婚，你把他当猴耍呢？喂，小叔，我要取消婚。来见我。沈小姐，贺总马上过来，您稍微坐一下。谢谢。沈四，沈四，小叔，你这脸怎么了？贺子源打的？我爸妈打的。今晚的事儿，我听夏叔说了。小叔，我彻底死心了，贺子渊连我的死活都不顾，更别说回心转意了。是他不懂你的好。我想通了，我要跟贺子渊解除婚约。不过他忌惮你，应该不敢退。婚礼还有3个月就开始了，你这个时候取消婚礼，你知不知道你会面临什么？无非就是被人嘲笑，我没人要，连一个小三都斗不过。不过那又怎样？我的名声已经烂得不能再烂。行，我让他退婚，但是你不能反悔。我不反悔。那我就先谢谢小叔了。小叔您放心，从今天过后，我再也不会过来烦您了。那小叔，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给我，别动。小叔是要帮我吹头发，这怎么行？晚上头发湿着，以后头会疼的。别晃。以前很久没有人这样关心我。事不过3，我欠你的救命之恩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你已经用了2个，还剩1个。第3次机会，只要你提，我都会答应。沈小姐，这是贺总让我给您买的。帮我谢谢小叔。沈小姐，第3次机会，您要不要考虑嫁给贺总？啊？您姐姐沈奕欢给贺总表白了。他哪来的狗胆？贺总没接受，但是沈奕欢经常骚扰贺总。夏助理的意思是让我去阻止他。沈小姐要是嫁给贺总，那就是有了全海城最大的靠山。那贺子渊见了您，那不都得恭恭敬敬的叫您声小婶儿？这样，你还抢了沈奕欢最喜欢的男人，那沈董事长和沈夫人也不敢再偏心。沈小姐，其实我也想找一个合适的老板娘。我可是差点成为贺怀州侄媳妇的人，他怎么可能娶我？先生，我照着您的话说了，暗示了沈小姐，但是她似乎当玩笑听了。您真的要娶沈小姐吗？明天早上8点，让贺子渊来公司见我。是。带上叶楚。贺总觊觎了沈四整整10年，说出去，怕是整个海城都不会信吧？喂，沈四，你是不是跟小叔告状，让他找叶楚的麻烦？你在说什么啊？我告诉你，就算跟你结了婚，我也不可能碰你，你就等着守一辈子活寡吧。你，沈小姐要是嫁给了贺总，那就是有了全海城最大的靠山。贺子渊，等着叫我小沈吧。来，坐。我让你们做了吗？小叔，如果您是要给沈四出气，没必要，
我既然答应了会娶沈四，就不会出尔反尔。贺子渊，当初你答应继续和沈四订婚，我给了你贺氏集团2%的股份。与其说我逼良为娼，不如说你选择了股份，选择了现在的一切。做人不要太虚伪了。小叔，您到底要我怎么样？沈四现在要跟你退婚，我答应了。你放心，股份我不会收回，但是我有2个条件。对外解除婚约的骂名，你来背。什么？贺总，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1个星期之后，我会召开记者发布会，到时候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当众向沈四道歉，承认你是小三，插足了他和贺子渊。这不是让我社会性死亡吗？不行，子渊，小叔，您这样做会毁了楚楚的，我不同意。毁？谁他妈毁谁啊？子渊，婚约还没解除，你就带着情妇招摇过市，落水也置沈四不顾，你让沈四如何自处啊？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会嘲笑他。没想到小叔还有这一面。沈小姐，您找贺总啊？小叔在里面帮我处理垃圾，我不着急进去。夏助理，你先去忙吧。这破门隔音怎么这么好啊？你不是吵着闹着要和叶楚结婚吗？行，但是有2个条件。第一，股份我不会收回，但是你必须给沈四一个补偿。婚房折现，把钱给他。第二，让你的女人当众给沈四道歉，把你们和外界对沈四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你们能做到这2点，贺家我来应对。小叔，你说真的？要脸还是要婚姻，你们自己选择。机会只有一次，过时不候。我愿意跟沈四道歉，我也愿意替他背负骂名。楚楚，这对你不公平。只要能嫁给子渊，嫁进贺家，让那个永远不可一世的沈四痛苦丢脸又算什么？子渊，今天之前我不曾奢望什么，我爱你，所以我甘愿做一个永远见不得光的情妇。我也愿意，但是今天我窥见一些光，我想抓住它。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道歉。你把我办公室当做偷情圣地呢？要不要找人帮你搬张床啊？抱歉，小叔。想清楚了，滚！你们还有什么事？小叔，你缺老婆不？什么意思？你要给我介绍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缺老婆的话，你看我行吗？小叔，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先忙。贺子渊想娶叶楚，我同意了。我知道。所以你嫁给我，是想报复他们？报复？他心里有我，那才叫报复。他现在特恨我，我要是嫁人的话，他一点都不会在意。那你为什么嫁给我？我现在烦心事一大堆，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尽管提。我想着，反正你也没老婆，不如我拼一把。如果你娶了我，你就是我最大的靠山，没有人会欺负我。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你可以拒绝我。沈四啊，我说过的话永远都算数，但是我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你嫁给我，贺子渊就得叫你小沈。我们3个人的关系，你不觉得很尴尬吗？如果你能解决这种尴尬，
那我就娶你。这怎么有办法解决啊？除非我和贺子渊的那段过去不存在。贺总，沈小姐都提出要嫁给你了，你为什么还提出那样的要求啊？是啊，我很想娶她，但比起这个，我更想让她知道，我贺怀州是她沈四永远的退路。啊，这恋爱脑，无药可救啊！小叔说的对啊，这要是不解决尴尬的话，以后我要真嫁给他了，小叔肯定会遭人笑话的。要怎么办啊？沈四，你是不是又惹子渊生气了？贺家刚叫人过来退婚，你赶紧给我回来解释清楚。郑女士不打电话，我还没发现啊。这车我都开2个月了，是时候该换了。沈四，你姐姐都说了，那个叶楚小县城来，根本入不了贺家的门，你就不能忍忍啊？你还好意思说我？当年你老公找了一个女大学生，那个女大学生家庭贫困，小门小户，入不了沈家的大户，你不是也没忍，跑到学校羞辱了人家一顿，害得人家抑郁症退学了。哎呀，都是被人挖墙脚的。郑女士忍不了，凭什么让我当活菩萨？你敢给我顶嘴！哎呀，妈，妈，快扶妈上楼休息。妈被你气成这样了，你竟然还坐这么安稳，你是不是妈的女儿？当年我抑郁症被你们扔在国外，一个人差点自生自灭，也没见他来看我一眼。那时候怎么不说她是我亲妈？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滚！易欢，你先上去看你妈。你现在跟我去贺家道歉。理由？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沈氏最近丢了好几个项目，你不嫁进贺家，那谁来拉沈家一把？现在卖女儿都这么光明正大了。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得嘞，让我去道歉可以，让我嫁进贺家那也可以。不过你跟郑女士得一人给我1000万。1000万啊！我得买礼物去道歉呀。你想想，这贺家呢，家大业大的，这2000万的礼物都不一定看得上，我还得贴钱呢。我多孝顺你啊！你真去道歉？当然是真的，特别真。买个锤子礼物，这是我挨了你和郑女士2巴掌的钱。等我老公是贺怀州实锤了，我高低得再讹2套房。钱都给你了，赶紧去贺家道歉，把子渊请回来。好嘞，老东西。你叫谁老东西？我是你爹。哎，就是他，就是他。这小三，就是他，叶楚，好的人不做别的做小三，这是你。我不是小三，你别过来！不要！我不是跳来子渊的，我真的没有。你别过来！我高中的时候，你一个乡巴佬在学校各种被欺负，是谁帮的你？子渊，不要子渊！子渊，你快帮我说说话！子渊，滚开！我爱的一直是沈四。不可能，我不是小三，我不是小三！不要！不要！为什么？不要！我不要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我不要做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不要！我真的快要疯了，我受不了了！喂，易欢姐，你能不能最后再救我一次？请沈小姐放心，最迟明天上午，叶楚狼心狗肺挖您墙角，贺子渊喜新厌旧，劈腿女秘书的事儿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辛苦夏助理了。不客气，太太。沈小姐，有人找您，说是在电梯旁等您。找我？谁啊？沈思，算我求你了，这次能不能放过我？别让我去了，我可以在这里给你跪下的。外面那么多记者，我真的害怕。你的意思是，这是我逼你的了？要不是你找贺怀州帮忙，他怎么会亲自帮你找场子？别说，
你脑子不好，不代表我也蠢。你为了嫁给贺子渊才答应的贺怀州的要求，怎么？现在想嫁又不想满足他的要求？你是沈家千金，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把子渊让给我又怎么了？你这样咄咄逼人的有意思吗？叶楚，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你背着贺子渊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都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下来吗？那是因为你不敢惹子渊生气，你知道他会后者，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选择放过你，是因为你跟贺子渊之间，我更怨的是贺子渊。不过现在我跟他取消婚约了，我跟他的恩怨没了，接下来就是找你算账的时候。我过得不舒坦，你们谁都别想好过。沈思，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我靠，碰瓷！我们3个的关系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如果你能解决这种尴尬，那我就娶你。既然所有人都不可能忘掉我和贺子渊那段过去，那我这个当事人忘掉不就可以了？反正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楚楚，贺总，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时我只是想把沈思叫出来，给他跪下，求他网开一面，然后他就拒绝我，直接发疯，把我推下楼梯。小叔，沈思推楚楚下楼已经犯法了，等他醒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带着你的人滚！小叔，难道你要维护一个杀人犯吗？子渊，贺怀州，你又为了沈思打我！贺子渊，你就是蠢货！你和沈思从小长一大，他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去害别人性命？这些年他真是看错你了。贺怀州，我要抱抱。老公，难道你不爱我了吗？你叫谁老公？当然是你啊！难道就是因为我说你嘴里有大蒜味，不跟你亲嘴，你就不要我了吗？宝贝，你的心也太狠了吧！医生，子渊，沈小姐各项检查正常，但需要多休息。至于记忆错乱，也许只是暂时的。贺总放心，不会影响正常生活。老公，我的脑袋好痛，要抱抱才能好。沈思，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把小叔当工具人，你不就想刺激我吗？告诉你，没必要，我们已经结束了。你是谁啊你？有病！老公，他欺负我。闭嘴！小叔，他就是在骗你，他就是为了刺激我，故意利用你。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他现在是病人，向着他怎么办？我滚！别逼我动手！小叔最恨背叛和欺骗，沈思，你等着被小叔收拾吧。沈小姐后背也有伤，伤口需要透气，还要擦洗身子。贺总，你先出去等一下。老公，要不然你先。既然是夫妻，那擦身子这种事儿就不麻烦外人了。小叔，我错了。错哪儿了？错哪儿了？我哪知道错哪儿了？我压根就没想到小叔这么快就识破我的阴谋，都来不及找借口。小叔不会是生气了吧？头还疼不疼了？
为什么装失忆？你不是说，只要能跟贺子渊在一桌上吃饭不尴尬，你才会娶我？我想了想，只有我忘了他，才不会尴尬。而且我正好可以装作喜欢的人是你，另外就装作我非你不嫁，这样你娶了我以后，我也不会尴尬。对不起，我不装了。没说不让你装。你这个办法确实能解决尴尬问题，但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行为，不提倡。我是不小心掉下去了。叶楚为了碰瓷，他自己先跳下去。你为了演这出戏啊，你也跟着跳下去了。哇，神了！这男人怎么什么都知道？你一出事儿啊，我就找人去调查。沈思，只要我还在海城，有1天的话语权，你就可以肆意妄为。但是，你不能再伤害自己了。所以，你想好要嫁给我了吗？贺太太，欢迎回家。这套别墅去年才装修好，没住过人。还有这些软装，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跟夏城说，全部按照你喜欢的来。你是摄影师，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空间来存放这些作品，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擅作主张啊？小叔，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你知道，从民政局出来之后，你就告诉我，不要婚礼，不要蜜月，甚至告诉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觉得我娶你是亏欠我，怕别人笑话我。但是我想说，沈思，不是这样的。你年轻、漂亮、聪明、有才气，你值得更好的，也配得上更好的。我呢，年纪比你大很多，性格闷又不懂得浪漫，生活更是单一乏味的，自身优点确实不多啊。不，小叔，你很好。沈思，你嫁给我，让你受委屈了。贺怀中，你怎么这么好啊？谢谢你啊，小叔。领了证，就不能叫小叔了，这不合适。我一直跟着贺子渊，喊小叔喊惯了，现在改口，我该叫什么？舅老公？好羞耻。怀中，我在呢。啊！你没事吧？还说他性格闷，不浪漫，明明这么会撩人。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啊？我现在不是记忆错乱吗？我打算把这件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觉得我非你不嫁。等贺子渊和叶楚结了婚以后，你就当做你逼不得已要娶我，这样就不会有人攻击你了。等过2年，我追你。不行，贺子渊跟我纠缠了这么多年，刚跟我分手你就追我，别人会嘲笑你的。我想娶谁，别人不敢说什么，就算别人管不住嘴，也不敢在我面前嚼舌根的。哎呀，你这次就听我的好不好？按我的计划走，求求你了，贺怀中。好，下不为例啊。贺怀中，我昨天晚上睡得一点都不好，因为被子太轻了，根本压不住想你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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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压不住想
本压不下你的心，根本压不住小根本压不住小你的心。贺怀州，我昨天晚上睡得一点都不好，因为被子太轻了，根本压不住。沈四脑子摔坏了吧？居然把贺怀州当成贺子渊告白了！快看手机，快看！沈四以为自己爱的人是贺怀州，追了几个月了。沈四会不会是装的呀？看贺子渊不要他了，转头就盯上了贺怀州，好找回面子。他要是装的话，以贺怀州那活阎王的性子，沈四和沈家恐怕是要滚出江鱼了。爸妈，思思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惹恼了贺怀州，恐怕会牵连沈氏。这个孽女！沈四，你要是再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了。哼，别生气嘛。嗯。思思回来啦。上个月爸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不回来，爸妈可伤心坏了。还是易欢心疼我们。我不回来，你心里面不清楚吗？啊，我清楚什么？你喜欢贺怀州，而我现在又在追他，我这回来不是给你心里面找堵吗？你看我多关心你啊！我的好爸妈呀，我真期待你们知道，用心培养的养女，居然跟你们亲生儿子有一腿。兔子吃了窝边草。思思，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啊，我是听贺怀州那个助理夏成说的。他说你在公司一有机会呢，就借着工作的由头，暗戳戳的勾引老板。他还说你要是再勾引贺怀州的话，就吞了沈氏集团呢。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易欢，你可别再去招惹贺怀州了啊！海城得罪了他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爸，放心吧，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面清楚。我有些不舒服，我先回房间了。哼，跟我去书房。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沈氏毁了，你才甘心？老沈，我们打个赌怎么样？赌什么？如果我嫁给了贺怀州，你就把公司9%的股份给我。9%？你疯了吧？给了你，你就有11%。你姐姐这么多年为公司劳心劳力，才10%，你半点贡献都没有，你胃口倒是不小啊。反正我输了呢，我就把长怀路给你。长怀路？长怀路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企业，这几年迅速发展，成为了海城最大的商业街。换句话来说，长怀路就是条金山。老沈，你不想要吗？这小崽子不知道随了谁呀，一肚子的坏水，拿长怀路打赌，我怎么总觉得有诈呢？82年的老茶叶，不知道贺怀州喜不喜欢喝？算了，留给这老东西也是给沈一欢，拿走拿走。哎，这老茶饼是我。老沈，你赌不赌啊？不赌我走了。你姐才10%，你如果11%就比她多了，这对她不公平啊。那你就是不愿意赌了？那等我嫁给贺怀州，我就在他的耳边吹枕边风，让他断了跟沈家所有的联系，还抢了你们的生意。你敢？我怎么不敢？你们都说我的心眼比针眼还要多，我的心眼就是多，比沈一欢还要多。反正不管输赢，我都不算亏。好，我赌。哎，不，你沈一欢，股份只是开始，以前你抢了我多少东西，我都会一一讨回来。我沈四从来不受窝囊气。不过，眼下最应该收拾的是贺子渊那对狗男女。钟管家，沈四小姐来了。今天少爷带着新娘走的，她不会来闹事吧？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大家好啊，有没有想我啊？我可想死你们了。沈四，你来干嘛？你好呀，大侄子。叫贺子渊大侄子，沈四是不是失心疯了？你以为你真嫁给了贺怀州啊？小叔也太可怜了吧，被这么一个疯婆子给缠上了。沈四，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我已经结婚了，看见了吧？我很爱我的老婆。沈小姐，这做人呢得要点脸。我和子渊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侄媳妇，你可真会脑补啊！谁说我是来找你的？你来贺家除了找子渊哥还能找谁？总不能是小叔吧？哼，小叔要是娶了你啊，我今天就从黄浦江上跳下去。小叔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疯婆子嘛？沈四，就算你现在脱光了勾引我，也不会看你一眼。还是给自己点尊严，滚吧！这臭小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小沈我呢，心里面只有你小叔一个人。你算哪根葱啊？沈四，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你打我，就是不敬长辈。你以前说的多天花乱坠，我现在都不信。现在我可是你的小沈。哼，我可是跟你小叔刚领了结婚证。小叔不可能跟你结婚，这张结婚证是假的。沈四，你可真不要脸！我知道我们家子渊优秀，你舍不得。可是不管他有没有结婚，我都不可能同意他娶你这个二手货。二手？沈小姐，听说你18岁那年被人贩子拐进了大山，给别人当老婆，后来又不知道去哪家医院随便开了一张什么完璧之身的证明，谁知道这个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子渊，你说是不是啊？沈四，没有哪个男人会接受自己的女人被其他的男人糟蹋，你还是别缠着我了。贺子渊，我万万没想到，原来你和他们一样，一直介意我被卖进过大山里。可那时候说信我也是你。我没被那个傻子糟蹋，为什么你们都不肯相信我？思思，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万一你不说实话，真的怀孕了，子渊就是再爱你，也不可能要一个打过胎的女人啊。你姐说的对，我沈家丢不起那个人。思思，听姐话，妈带你去医院。真是可笑，你们愿意相信一个养女，都不相信我。我最后再说一遍，我没撒谎，也不会去医院。思思，沈四，子渊，你带我走吧，我不想再见到我爸妈了，他们只相信沈一欢。思思，你想说什么？他们真的没碰过你吗？我妈说从大山里逃出来的，我不是嫌弃你的意思。你也怀疑我？那时我固执认为真爱可以抵万难，所以一个人去了医院，开了一张足以击碎我尊严的证明，就为了能理直气壮地站在贺子渊你的身边。贺子渊，我是清白的。这证明是不是真的啊？真真假假，谁知道呢？现在去医院做手术也可以修复。我相信你。那天我只是随口问问，思思，我错了，你别生气。如果是18岁的沈思，一定又会傻傻的陷入自证陷阱。但现在，我只会杀死你这个畜生！你贱人，你竟敢打子渊！我打他怎么了？有你们过分吗？一个接着一个造我黄谣，真当我是好欺负的？明明就是你纠缠着不放，还到处跟别人说你跟小叔领了证，你不就想用这招来博取子渊的同情吗？子渊，仔细看看，这是不是贺怀州的脸？1月10号，就在前几天哦。这不可能！把证给我。给你干嘛？你要是撕了怎么办？我不撕，我就看看是不是假的。法，你不知道办假证犯法的呀？你敢动他？试试！小叔，沈思疯了，他到处说你跟他结婚了，还拿了张结婚证，这是假的，对不对？是啊。怀州啊，
就算沈四对你有救命之恩，也不能这么放纵他，这样会坏了你的名声的。沈四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小叔您开玩笑，您绝对不能放过他。小叔娶沈四，还不如新舞这千水皇呢。这孙强的亲友，好歹第一次结婚，一点都不够。老公，他们都欺负我，说我配不上你。沈四，你我确实和沈四结婚了，你现在应该叫他一声小沈。我没听错吧？小叔真的娶了她，他是不是疯了？完了，我刚刚说了沈四那么多坏话，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老公，刚刚你不在，他们都欺负我，我的心里面好难受，憋了一口气。你想怎么办？都听你的。真的吗？谁不听，谁就给我滚出贺家。那这样吧，我的摄影工作室呢刚刚开业，相信大家都很想给我随礼吧。你们每人呢就随我100万，这事儿啊就当做过去了。沈四，我就不相信一个救命之恩就能让小叔一直这么纵容你。怀州啊，趁着现在外面还不知道，你和沈四悄悄把离婚证办了吧。这怎么？您是怕我给您贺家丢脸啊？叔叔捡侄子不要的女人，这要传出去，外头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您当年抢自己儿子女人的时候都不怕被笑话，我怕什么？贺怀州，所以你去沈四弄一出叔侄争女人的戏码，是为了报复我。随你怎么想。小叔娶沈四，原来是为了报复老爷子。沈四，等着吧，离开我，我看谁受得了你。到家了。14，婚房可以住人了，你要跟我回我们的家吗？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 기다려온 너는 봄이야 Cause I'm falling 来，继续，来，该你跳了，来，玩起来。我看5个3，你报7个3，7个，这你也敢叫？跟我呀，看我。你敢吗你？哎，我就说没有吧！啊，喝。哎呦，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味道？哇，好大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啊！小叔，你闻到了吗？脑怎么会闻得到呢？来，咱们的，来喝。哎，怀州，你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沈四救了你，不得已才娶她？怀哥，搭上婚姻就不迟了呀。 他那天来我家找我，眼睛和脸都哭肿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娶她，永远护着她。动心了？动心？我对她的感情，甚至她不需要说话，只要她给我一个委屈的眼神，我就可以什么都给她。婚姻而已，就算她要我的命，我也给。那慕瑶怎么办？
能再想了，不能再想了。平静，贺怀州和你只是因为你救过他的命，他并不喜欢你，和你发生关系也只是因为生理需求，不能再想多了。子渊，说句你不爱听的，就算你跟沈四掰了，也不该找叶楚啊。子渊，不是我说你，就算你跟沈四掰了，也不该找叶楚啊，他太上不得台面。楚楚人很好，他为我忍受了很多。忍？他那是忍吗？是舔。他刚才一副卑微作小的样子，我都替你尴尬。我不尴尬。哎，骗鬼呢！你不尴尬跑这儿抽什么烟？不是我说你啊，你还不如跟沈四结婚呢，最起码人家是正正经经的大小姐。叶楚呢，以后还是少带出来吧，丢人。沈四，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我得意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下。你家世比我好，学业也比我好，现在我好不容易把你心爱的紫渊抢走了，到头来还是爱你一头。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都那么努力的讨好他们了，为什么到头来还是比不过你啊？瓷器呢是你的爱好，不是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竞争对手。拜拜，直西风。沈四，既然我不好过，你就别想好过。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楚楚，子渊，我怀孕了，肚子好痛啊！你怀孕了？本来打算在你生日的那天告诉你的，但是刚刚都怪我，我不应该出现在沈小姐面前，都是我的错。沈四，你别以为嫁给了小叔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贺子渊，你是巨婴没长脑子吗？你别狡辩了，上次你推楚楚，我还没给你算账，这次又搞这出。沈四，这次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拦住他，你打电话报警。干什么？贺总，报警抓我老婆，经过我同意了吗？你那手不想要了吗？没，是贺子渊让我这么干的。小叔，楚楚怀孕了，沈四又无缘无故欺负她。沈四？谁是沈四？小沈，你还知道是你小沈啊？教训晚辈，不应该吗？可他欺负一个孕妇，这次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小叔，你要是还护着他，我就去找爷爷给楚楚出气。子渊，算了，沈小姐她只是气不过我跟你结婚了。如果欺负我能够让她好受一些，那我愿意做这个受气包。只不过我不像沈小姐，她永远都有人护着。这件事我来解决。贺怀州继续插手，难免会落人口舌。我就不一样，名声反正已经毁得差不多了。我沈四呢，一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说我推你这口黑锅，我不背，但是打你这件事儿，我认。你沈四，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居然敢打我！别给我扣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总得做了才能认吧。贺子渊，你不是一向都觉得叶楚是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吗？希望1个小时以后你也这么觉得。你要做什么？老公，我们走吧。子渊，我肚子好痛，我先陪你去医院。子渊，叶楚这招栽赃陷害玩的这么溜啊，想必他以前没少干吧？就是可惜了你和沈四，要是没有这个叶楚，你们应该早就在一起了。你帮我抄些诗。那你好好休息。贺先生，目前检查一切正常，好好休养。至于胎儿，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死胎的事情，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胎儿一切正常，注意休息就行了。子渊，现在沈四她仗着嫁给了小叔，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你说以后我在贺家是不是没有好日子过了呀？你不作妖，不惹他，他就不会动你。子渊，你是在维护沈四吗？我才是受害者。走廊的监控我看过了。叶楚，你是不是以前也这样陷害过沈四啊？子渊，叶楚，这一次我是真的后悔娶你了。不要，子渊，子渊！沈四，一定又是你在背后搞鬼，我不会放过你的。之前我一直以为沈四嚣张跋扈，经常欺负叶楚，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叶楚刻意为之，为了博取我的同情，破坏我和沈四的感情。沈四，我想跟你谈谈。这么晚了，你找我老婆有什么事吗？你们在干什么？你觉得成年人晚上能干什么？以后不要再给你小婶打电话了。你不要脸，你小婶还要脸。贺怀州，你还不如跟沈四结婚呢，最起码人家是正正经经的大小姐。要不是他非要跟我退婚，我本来就要娶她的。沈四，现在你该回到我的身边。你刚刚是在打电话吗？帮你接了个骚扰电话。擦擦头发。不用了，就湿了点发尾。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去睡觉了。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管你什么？你说呢？沈四，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过？贺怀州为什么会这么问我？难道他是在担心我会喜欢上他，以后会赖着他不放？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你动心的。你要是不喜欢我了，之后我就可以离你远远的，净身出户。啊，你要是怕别人说你渣男背叛的话，我也可以顺便出。你还是闭嘴比较好。 너의 빛을 따라가 잠들었던 밤을 깨운 채 운명의 품속으로 난 Believe me, don't you worry 돌고 도는 널 만날 테니까 You save me like I got it lost 결국 난 널 만날 테니까 가끔은 운명이란 禽兽，这个老男人就这么欲求不满。喂，是我。贺子渊，打电话干嘛？找我去参加你的葬礼啊？我要卖婚房了，来拿一下你的东西。都是些垃圾，扔了就行。3年前你在国外获奖的那幅作品，你也不要了？那你找人给我送回来。想要？ 自己来拿。我那幅画是我当年在坦桑尼亚冒着生命危险拍出来的。算了，不管了，拿了就走。贺子渊，思思，如果说 我和叶楚离婚娶你，你还愿不愿意嫁给我？没分手啊，大侄子，脑子出问题了？我是认真的。脑子没问题啊？难道你忘了你之前和叶楚一起联合羞辱我，还为了他给我一巴掌的事情吗？我那个时候是被叶楚骗了。思思，其实这些天我也想过，我其实真正爱的人是你。行了，贺子渊，你别装了。 你现在不就是觉得叶楚下不来台面，丢了你的脸才想起我吗？你爱的人永远只有你自己，别装情圣在这里恶心我。沈四，你不会以为像我小叔那种人，真的能跟你过一辈子吗？关你什么事啊？
他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老爷子。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妈以前是我爸的女朋友，后来被老爷子看上，强娶进了贺家。他娶你，就是为了演出叔侄争女人的戏码，来报复老爷子的。贺家关系这么乱吗？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好过的。跟他在一起，也比跟你这个人渣在一起好。放开！沈四，我好心让你选择，你偏要激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贺子渊，你别碰我！要是碰我的话，贺怀州不会放过你的。我就不信贺怀州还会要一个被玩过的女人。沈四，沈四，徐厂长，沈四去哪儿了？春旭小区4栋305。贺怀州睡过了。我和贺怀州睡了又怎样？我跟他是夫妻，天经地义。倒是你，别来碰我，我觉得恶心。恶心？那你就好好看看我是怎么一边恶心一边睡你的。放开我！贺怀州，你终于来了。你还好吧？不好，贺怀州，他欺负我。好，不哭，我帮你出气。你是不是忘了，我警告过你什么？沈四是我的女人，我怕她怎么了？小叔，你又不爱她，为什么不成全我们？谁说我不爱她？他爱我？刚才我听错了吧？从明天开始，我不想在江域看到贺子渊一家人。原来他生气以后这么恐怖。我自己来吧。沈四，你今天去见贺子渊了。我现在连跟你上药你都嫌弃，事实跟我分那么清楚，你是想跟我离婚吗？我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去见贺子渊？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我不去的话，你会面临什么？我没想到贺子渊他会发这么大的神经。沈四，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在意你是不是要去见贺子渊，我在意的是你没有把我放在丈夫的位置，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我麻烦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不想再去打扰你了。何况，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交易。行，交易就交易吧。你要去哪儿？既然是交易，那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贺怀州是怎么回事？脾气阴晴不定的，跟来大姨妈一样。算了，不管了，睡觉去。夏助理，你知不知道怎么让沈四爱上我呀？喂，太太，贺总好像出轨了。你说什么？我刚才看见贺总和一个女人，不仅聊得很开心，走得还很近呢。完了完了完了，家被偷了，靠山没了。不行，我还没有拿到沈家的股份，没有赶走沈一欢呢，不能跟贺怀州离婚。
那女人什么来头？干什么的？多大年纪？她漂亮还是我漂亮？论漂亮，当然是太太您了。不过慕瑶毕竟是国际影后，最近还接了咱贺氏集团旗下子公司的珠宝代言。最要命的是，她跟贺总认识7年了，关系匪浅。国际影后认识7年，关系匪浅，还是公司代言人？妈呀，贺怀州难道真的和他有一腿？不行，我不能灭自己的威风。怀州哥哥，求你了。你怎么来了？完了，这个语气这么冷淡，眉头还皱着，难不成贺怀州真出轨，找到真爱了？我说啥呀？总不能说我是来捉奸的吧？总裁，这是太太给您送午饭来了。对对对，我已经约好人了，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怀州哥，这位就是沈小姐吧？不如跟我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他们的关系原来这么亲密，听着我才是那个外人呢。没事，我回去吃，不打扰你们聊正事。你带慕瑶去吃饭，你跟我过来。怀州哥，怀州哥，慕瑶小姐，请吧。沈一欢果然没说错，沈四这种跋扈女，竟然真的让怀州哥伤了心。不过没关系，没人能抢走怀州哥。还愣着干什么？不是要跟我一起吃饭吗？贺怀州，刚刚才看见你对他笑了，你喜欢他吗？他很有个性。很有个性，意思是很对贺怀州的胃口。他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所以我彻底没希望了吗？你去哪儿？我去锁门。锁门干什么？怕你跟我离婚，想勾引你。求你别说话，饶我。你的意思是说，贺子渊想找沈四重新和好，还跑去了之前的婚房苟且，结果被贺怀州知道了，一气之下把你们赶出了海城。就是沈四那个贱女人，她勾引子渊。所以呢，这次出来，你想找我做什么？一欢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我真不想离开海城。你肚子里的是个死胎吧？你怎么知道？你是我解决沈四的棋子，任何作为自然都在我眼皮子底下。别慌，只是你给医生封口费的时候，正好被我看到了而已。你想沈四死吗？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全身而退。你说。等等，刚才那个女人，你喜欢她吗？会因为她跟我离婚吗？不会。是现在不会，还是以后都不会？我都快被你榨干了，哪有心思喜欢别人？臭不要脸！贺总，我那法子不错吧？太太一听说您身边有人，立马就有了危机感。公子翻倍。谢谢贺总。宝宝，反正你是个畸形儿，生下来也活不了多久，就帮妈妈这一次吧。沈四，去死吧！沈四，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了我的孙子？你在发什么神经啊？你自己生不出孩子，就嫉妒楚楚，就来害子渊的孩子。幸好他没有娶你这个毒妇。你能不能搞清楚啊？是叶楚开车撞的我，要不是我反应快往旁边看，我早被碾成肉饼了。不可能，楚楚都说是你撞的他，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子，这次贺怀州也救不了你。不讲理的疯婆子！这个沈四
怎么这么命大，这都没死？沈四，你没睡觉？你怎么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第一时间跟我说呢？你知道吗？我听公司的人说，你出车祸我有多担心吗？我躲开了，没什么大事儿。倒是叶楚，还把自己孩子给撞没。算了，你没事就好。你记住啊，我是你在海城的底气，任何人也不能欺负。好。爸，你一定要给我们家紫渊和楚楚做主啊！沈四那个疯子，嫉妒楚楚怀孕了，不管不顾就开车撞她，害得她流产。我的可怜的孙子啊！那个沈四，他现在仗着有小叔撑腰，现在越来越肆意妄为了。爷爷，现在我不求让沈四付出代价，只希望爷爷能让我和紫渊留在海城，给我们一个容身之所。去，把怀州和那丫头叫回来。是，老爷。是在找我吗？怀州，这事你得给个解释。今天必须让沈四给我和楚楚道歉，否则不管什么亲戚不亲戚，我直接起诉。行，那起诉吧。不过，是我起诉你们。你什么意思啊？这是车后那天的监控视频，看仔细了。为什么还有视频？我不是提前让人把监控毁了吗？你个贱人！你不是说是他撞的你吗？你竟敢骗我！那视频是合成的，就是他撞的我，是他害我流的产。本来还想给你们留点体面，既然你们不要，那就找人把他们一家3口丢出海城，永远不准回来。怀州，那是你侄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老爷子，你是想去养老院吗？爸，有什么事儿？等等，你在写什么呀？我把你妹妹啊以前坑我的套路写下来。写这些干嘛？哎呀，那丫头鬼得很，我怕她再坑我，我就把以前的套路给她列出来，趁她没来，研究一下举一反三，各个击破。所以你叫我来？那丫头开个破摄影工作室，这次来肯定要当回强盗。她上次坑我，这次你把你的储藏室打开。哎，站住！你坐下。你要以大局为重嘛。爸，哪有你这样坑儿子的？你的宝贝是宝贝，我的也是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一人一半，谁都不亏。行。怎么你自己回来了？怀州呢？怎么我一回来就怀州的？没人关心我啊！我新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我的老公送我2栋楼。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应该不会比他差吧？爸，超预算了。沈一欢，你穿成这样是要勾引谁啊？你该不会以为贺怀州今天要跟我一起回来吧？思思，你怎么一回来就针对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改。沈四，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怀州关系怎么样啊？我跟他关系挺好的。你要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哥，人家外面那些大小姐都嫌他是2婚，你现在嫁给贺怀州了，帮他物色物色。还有你姐，我给他选的人他都瞧不上，你再帮他看一下，最好是知根知底的。这事好办呀，你让他们俩凑一对不就行了？绝对知根知底。你这说的什么话？还不赶紧对你哥和一欢道歉啊！哎呦，不好意思啊，我怎么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了？沈四，哎呀，开玩笑的嘛，不要生气。以后不准乱开这种玩笑。好吧，那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1件事呢1000万，2件事呢2000万，钱呢今天给，事明天就办。你怎么动不动就要钱啊？你是掉进钱眼里了吗？每次回来就跟强盗一样，抢你哥你爸的东西。思思，马上就是你生日，今年生日大办，爸保证给你办的风风光光。生日？你怎么还有脸跟我提生日？沈四，你冷静一点啊！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从小到大，我最介意的就是过生日。你怎么还有脸提的？沈长松，你
你怎么敢的？我就是给你过个生日，怎么了？你是不是忘了18岁那年我发生了什么？啊，我给你们回忆回忆。那天你们答应了要给我过生日，就因为沈一欢一句要去海洋馆，你们就把我抛下来，给了我一巴掌。我气不过，从家里面跑出去，才被人贩子拐到了山上。这些你们都忘了吗？你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还嫁给了贺怀州，干嘛还要计较以前呢？你这，贺怀州，你快来啊！沈四疯了！哎呀，这。贺怀州，你怎么过来了？怀州，你死死他！我今天把话放这，你们沈氏集团的兴衰，取决于对沈四的态度。啊！你们有时间在这算计我，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好儿子和好女儿。毕竟乱伦可不是什么小事。走。哎，怀州，你怀州！我刚刚是不是很吓人？是挺吓人的。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砸。你不问我为什么要跟他们闹吗？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不用勉强的。在沈一欢没来我家之前，我每年的生日都是大办的。沈一欢他亲爹的忌日是我的生日。在我10岁生日那年，他突然的发疯，大吼大叫。老沈去找人看过了，说我的生日不仅不能大办，而且还要吃素。就连一向疼爱我的奶奶都同意了。18岁的成人本来也是要大办的，可是沈一欢在那天又突然的发疯，我的成人礼不仅没有办成，他还从奶奶那边把我的成人礼给抢过去。我没同意，跟家里面人大吵了一架，跑了出去。再然后，就是被卖到山里的事情。沈一欢是养女吧？为什么你爸妈那么在意她？我不知道。沈四，不管以后你站在谁的对立面，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夏成，去查一下，当年沈家为什么会收养沈一欢？妈，我跟大哥真的没什么，是思思乱说的。你别骗我啊！没骗你。时间不早啦，您赶紧去休息。哎，去休息。晚安，妈。穆小姐，沈四已经快被我逼疯了，你要再不行动，贺太太的位置恐怕就跟你无缘了。国际影后穆瑶喊我给她拍杂志，她想干什么？我从早上6点等到10点，还要等多久？我已经在催了，沈小姐喝口水，再等等吧。这句再等等，我已经听了4个小时，我不干了。穆小姐，你可真是让人好等，约的早上拍摄6点，现在已经10点钟。是我昨天熬夜熬太晚了，我让他们改时间了。是我的错，我忘记了。你骗3岁小孩呢？怎么说话呢？能等我们木木是你的荣幸。是，穆小姐今天来的都算早了。以往穆小姐每次拍摄都迟到5个小时以上，来装自己是大牌。也不知道是哪些蠢货粉丝在捧她。你居然敢这么对我们！这就是你选的摄影师？好大的脾气，真是没有家教。这人我们不要了。你说谁呢？想打一架吗？你竟然敢这么对我们！你知道我们木木背后的人是谁吗？那可是京城首富贺。你说的该不会是贺怀州吧？你怎么知道？穆小姐，我怎么不知道我的丈夫成了你的幕后金主了？你丈夫？沈小姐，我们之前就见过了，是你误会了。
我和贺先生呢，只是多年好友，偶尔帮扶，是我的经纪人没搞清楚。好了，今天既然是我们来晚了，那就是我不对，向你道歉。前脚耍大牌，现在又一副好脾气的样子，不会是在耍什么花招吧？木木，他也配你道歉？沈小姐，现在可以拍摄了吗？沈小姐，今天拍摄辛苦了。银货两讫，不存在辛苦。我让你拍的，你都拍了吗？拍了，都在这儿。这个到时候拿去剪辑一下，放在网上，保证那个社4被骂得体无完肤。走吧，我要去见怀州哥哥。贺怀州，贺怀州。贺怀州，谁呀？谁让你动我手机的？你之前不会对我这么凶的。我结婚了，你应该有边界感。你不是说要等我的吗？为什么结婚了？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说要等你。没说等我，你对我这么好，不是等我，你那么照顾我。我肚子疼，你急匆匆的送我去医院。我只是你哥的好朋友，替他照顾你罢了。慕瑶，你想多了。是不是家里人威胁你联姻啊？不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才结婚的。没有人能威胁我，也没人敢威胁我。怀州哥，我也爱你，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慕瑶，你松开！你要了我吧，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慕瑶，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只爱沈4一个人。我不抢他的位置，我只要你的人就够了。慕瑶，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你这样的错觉。如果以后你再对我有这样的心思，就别怪我无情。还有，我既然能给你捧了上去，我就能让全行业封杀你，你好自为之。怀州哥，沈4那个贱人，我要让你生不如死。4四啊，快看看，这就是你未来嫂子。什么时候见面？我哥知道吗？哎呀，你哥这次没拒绝，我看有戏。过几天我们请人女方家吃个饭，到时候你和怀州也来。可以啊，我跟我老公肯定准时赴约。妈，哎，我先回房了。啊，回吧。沈一欢，沈慈要相亲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慌。等我抓到你的把柄，到时候我就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真面目。哎呦，贺总，您可算来了，我们就等您了，快坐，快坐，坐。这就是我那位新嫂子吧？来，咱们加个微信。哎呦，今天可是你哥的大事，你可不能胡来呀。你今天要提防的是沈一欢，可不是我。妈，我去个卫生间。去吧，去吧。好。王总，我挺喜欢你们家念念的，要么咱们就把下面的事儿说说。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看我儿子太忙了。一欢，你别闹了，你给我发短信让我出来说什么？你不是说要和我永远在一起吗？你别娶她好不好？我想娶，她跟我前妻挺像的。当初是我做错了，不该结了婚还和你出轨，是我混蛋。如果难受不舒服的话，你就先走，爸妈那边我来解释。不要走！沈一欢，他是你哥呀！你居然勾引你哥，我是怎么对你的？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冷落到一边，我事事顺着你啊！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我一直以为沈四说的是假话，没想到居然是真话。妈，是我没把持住，和他没有关系。你
妈！人是你找来的，对吧？怎么来的已经不重要了，目的达到了就行。你以为你赢了？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被你家收养吗？那是因为我爸死了，是你哥放的火，烧了库房。我哥那年才6岁，根本没有达到行事年龄。你哥回家后，夜夜睡不着觉。你爸找大师算了，除非把我带回去收养，你哥才能好。沈四，你让你爸妈抛弃了，为了沈慈，你爸妈对我千依百顺。家里面有3个孩子，只有你被抛弃了，而我就是要让你家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喂，你快看慕瑶的微博，现在都在说你是小三呢。夫人，别心忙着呢，老板只是想和穆小姐好好谈谈。来酒店谈吧，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谈。慕瑶自杀了，你这个小三就该死！贺会长，说有事可以第一时间找你，快接电话。啊！快来人呐！快来人！有人晕倒了，快打120！沈四，你醒了。滚！我那天不知道你来找我，不过你放心，凶手我已经找到了，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不想看见你，给我滚！沈四，那你好好休息，我再来看你。滚！思思，你原谅我好不好？我跟慕瑶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而且我不知道那天你去找我，如果我知道的话，他死在那里我都不会管他的。沈思，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看见我，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怀州哥哥，你来看我了。慕瑶，你那天自杀是故意要我看的吧？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明知道那个男人每天在那个点蹲你，是一个私生饭，所以你故意引我和沈思过来，利用他的心理想除掉沈思是吗？我没有。我警告过你，我既然能捧你上去，我就能全行业封杀你。慕瑶，你当不了明星了。慕瑶全行业出名，谁要是敢用，就是跟我作对。怀州哥，怀州哥，不要！都是沈一欢让我这么干的，看在我哥的面子上，别封杀我。我听你哥做的已经够了，现在就要收回我的一切。怀州哥，我还知道个秘密，关于沈思的。说说。沈思18岁被拐卖不是意外，是沈一欢干的，他跟我说过，还说后悔没后悔死沈思。全城封锁，给我找到沈一欢，送到警察局。太太，发布会还有20分钟，你还看吗？看。太太，您就别生气了，贺总这几天都偷摸哭了好几次了。
贺总，关于沈四用救命之恩逼你娶她，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假的。我暗恋她很多年，我们的婚姻是我求之不得。沈四和您侄子曾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您介意吗？如果她嫁给别人，那我就一辈子不娶了。后来，她愿意嫁给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介意？你一直给慕瑶资源，沈四知道吗？他支持您吗？不知道。慕瑶的哥哥是我朋友，后来他哥哥去世了，我一直替他哥哥照顾慕瑶。我怕沈四会误会，所以一直跟他没提过。但这事是我做错了。老婆，你可以原谅我吗？那贺总，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沈四，我爱你。哇，真的假的？真情告白呀！来了呀！贺怀州，你丢不丢人啊？赶紧回家。好。